小兔崽子，反了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没血了！注意看，唐凯擂台下手太残暴了，追着世界冠军就是一顿胖揍，精准无误的重拳毫不留情砸在对手的脑袋上。两人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，竟让唐凯如此暴怒的想将老外当场置于死地？只因菲律宾拳王马里奥仗着自己邻居家的远房表哥是帕奎奥，就完全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。而他之所以如此嚣张狂妄，都怪帕奎奥是能与泰森和阿里相媲美的世界级顶尖拳王。从小就把表哥当成偶像的马里奥，自然也是坚持走上了格斗这条道路。在菲律宾拳坛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后，便学日本跑来中国嚣张踢馆。没想到来华仅3个月就成功击败了5位中国选手，甚至每一个对手不是被他打得当场昏迷，就是被抬进手术室高位截肢。刚刚打出了一点成绩的马里奥就飘飘然地以为自己才是世界第一，不仅在媒体面前声称中国选手都是一群废物，还扬言要成为自己的表哥。但这最高兴的就是马里奥的儿子了，当了半辈子儿子终于有机会能提升一下自己的辈分了。不过今天马里奥却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位贵人，如果表现好的话，那马里奥绝对会年轻几十岁成为孙子。此人就是中国新一代 MMA 选手中最大的一匹黑马唐凯。凌厉的打法和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，也是让唐凯年纪轻轻就在国际拳坛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。更何况帕奎奥本人来了他都不怕，岂会惧怕一个立志要成为自己表哥的水管工？就算是真的帕奎奥，我照样把他打趴下。在我眼里没有输，只有赢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唐凯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黑白拳套是中国选手唐凯，红黑拳套则是菲律宾拳王马里奥。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都非常的重要。帕奎奥在得知有一个崇拜了自己几十年的远房表弟的邻居之后，就表现得异常兴奋。而面对这位迷弟的喜爱，帕奎奥也是不远万里跑来现场为其加油呐喊。看似是接近了一小步，但对于马里奥来说却是人生的一大步。儿时的偶像就坐在台下，所以马里奥今天必须要打出精彩的表现，与帕奎奥更进一步。反观对于刚入赛场没多久的唐凯，更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这个是为了自己更有机会走向更多的平台。哇，飞膝！唐凯是散打的选手，刚才唐凯是看对方头的位置有点低呀，这时候就来一个飞膝。这场比赛唐凯的身高臂展都是一个优势，如果两人打战力了。是的。因为 MMA 比赛呢，在我们国内开展的时间呢，并不像世界那么长。对，其实很多选手都是从散打转的。对，从小专门就是开始练这个咱们综合搏击的选手。拳击出身的马里奥在战力上的水平非常高，而他在拳击领域找不到对手后，便踏上了综合格斗的擂台。结果对手找不到进入地面的机会就算了，他还凭借自己犀利的拳脚组合，不是将对手打得当场躺尸，就是断胳膊断腿，终身残疾。奈何唐凯也是一名在战力上的拼打型选手，虽然此时对手的猛攻让他只能且战且退的避其锋芒，但相信只要让他抓住机会，那绝对会有马里奥的苦头吃。菲律宾选手对，就这样子慢慢切他。西森门多呢，上来之后还是慢慢切他，挺积极挺进取的。39岁了，年纪还是比较大，是老将一名，而且看得出来他低扫还是很重的，他多次少中，永远打进。马里奥西斯门多之后，西斯门多会在原地转一个圈。这个唐凯上一场比赛也是游移用扫踢把对方干掉，对 KO 了对手。对，又高潮来一个。唐凯的单击能力是强的，但是他的面对对方摔法和对于这位拳坛新人马里奥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里。毕竟无论是擂台经验还是荣誉地位，都能甩唐凯10条街。更何况有帕奎奥的现场观战，这让马里奥更像是犹如打了鸡血一般，非常亢奋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虽然两人并没有进行几次正面交锋，但马里奥的步伐移动和拳头的虚晃试探却有着十足的压迫感。不敢轻举妄动的唐凯暂且只能游走在擂台边缘进行被动防守，自己只是一名搏击小将，面对这么一位世界冠军，内心不免还是有压力的。这场也是我们10场比赛当中年龄差距最大的一场比赛，年龄差距17岁啊，唐凯12岁。就这样子。唐凯的偶像是这个蜘蛛人安德森·席尔瓦，自己认为自己是想往这个风格去发展，我们也期待一下。唐凯的打法应该是接近他偶像，是防摔加站立。对，后手后退躲开，再压他。唐凯这个扫踢在低扫在比赛之后发挥一定的威力。逐渐进入了比赛节奏和比赛状态的唐凯，也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攻势。一旦让他抓住机会，那绝对会用一系列的精准打击招呼在对手的身上。
而貌似是这样的慢节奏不符合马里奥的心理预期。看着他虎视眈眈盯着唐凯的样子，就知道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想要通过终结中国小将，从而获得帕奎奥的青睐，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。唐凯既然敢登上擂台，那就一定有赢下比赛的信心。就算对手的实力很强，背景很强悍，那又怎样？头脑灵活的唐凯根本不给老外任何得逞的机会。对，金身抱摔，后退走开了，逃掉。目前西斯文多慢慢的往前拉近距离，唐凯有下低扫，后退躲开，中扫。唐凯的后退和侧向移动的速度非常快，让对方很难跟上的。其实对方的身高臂展不占优势啊，所以说唐凯的这个后退侧移的战术是非常奏效。散打系的这个斜侧斜插步，这是这个只有散打精髓的选手才用。是。要知道，在遇见唐凯之前，马里奥可是连续终结了5名中国选手，能被马里奥盯上，那这5个人的实力也是绝对的不容小觑。但马里奥却统统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，足以见得这位菲律宾拳王的实力有多恐怖。此时第1回合的比赛就要结束了，唐凯不是在进行防守，就是晃来晃去的寻找进攻机会，看似是对马里奥充满了畏惧，但实则唐凯却有着自己的打算。对于这么一位实力强悍的顶尖拳王，没有十足的信心，绝对不会轻易出拳。锤击完全不打算控制，直接砸了，再抱起来了，手撑地了。来到西斯蒙多，时间不够了啊，被摔倒了。但是唐凯这回会拿优势。对，这个抱摔的话，拿到了那个抱摔和地面碰掷的优势，应该能够让他拿下第1回合。唐凯的细节做得很好，把2个腿把对方的这个腿放直啊，这样对方起不来。我只有要这个优势了，是因为对方2条腿在地面是直的，是不可能起来的。不大很大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刚刚在地面吃到亏的马里奥肯定不敢再小瞧唐凯了。毕竟，如果不是时间不够，那唐凯一定会在地面将马里奥给硬生生给折磨死。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马里奥绝对不会再给对手任何进入地面的机会了。虽然唐凯的地面技术很强，但其实战力水平也并不差。试探了1个回合的唐凯，终于决定要主动出击了。不过，想要击败经验丰富、拳法硬朗的世界拳王唐凯，必须要小心谨慎，不然可能稍微一个疏忽，就会被对手瞬间终结。他就没有想高手，第一高手，再来一下，对方后仰躲开，第一手，中了，倒地了，这个时候，漂亮，看看西斯门多能不能防守住唐凯雨点般的攻势。哇，西斯门多这防守，哇，有点没缓过来。连续的重拳出击，打得马里奥只能跪在地上抱头防守。立志要成为自己表哥的马里奥，最终还是在唐凯的帮助下，成为了更加年轻的孙子。而如果不是裁判终止比赛的比较及时，那马里奥绝对连当孙子的机会都没有。唐凯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年仅22岁，他凭借冷静的头脑和勇猛的打法，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打出了名气的唐凯，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，绝对会大有所为。最终，唐凯成功在第2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小伙唐凯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